寄托往往只是在感官上面，感官会疲劳的。学佛就是想要找到安顿身心的途径，我们不必刻意的要去干嘛，只要能呼吸，你就能享受那种安顿的快乐。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感谢台南市谢觉安居士赞助本节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寄托与安顿身心有何不同？现代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工作赚钱，人本身就可能在过生活的当中就有很多烦恼啊，或是一些自己比如说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苦难啊，或是他工作或是学校他们都会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那进而会产生一些忧愁。那现代人蛮讲求科学的，那我会觉得说现代人如果能用科学的方式找到一个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也不错。比如说你可以上什么心理学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遇到的状况可能是哪些问题这样。那其中有一派人的疏解这些忧愁的管道是宗教，会寄托在宗教身上，然后让自己得到平静。就有点像是因为我曾经就有听过有人说他就是可能工作上会遇到一些烦恼，那他可能就会去寺庙或是找师父聊聊天，充个电，然后他就有精神再回去继续有这个冲劲继续工作养家这样。我刚才讲的都比较像是寄托的感觉，那现在就想要请问老师说，寄托跟安顿身心这两者的差别和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寄托跟安顿呢，乍听之下它是比较抽象一点的，是那我们呢在这个视频里面的尽量的把它讲的比较简单一点，让大家都能听得懂。我们说呢，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呢，虽然说呢不到100年，可能说长呢也不算长了，不过说呢短呢它也不算短。每天呢面对的这个社会的纷扰，那么呢大自然的这种种的这种呢考验，还有呢人与人之间呢相互间的相处，可能都会造成人们很大的一种压力负担或是烦恼这样子。所以呢人常常在承受压力打击之后，就会去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安住我这个身心。那么呢就是说呢我应该把我的心放在哪儿，我会觉得比较自在，我会觉得比较快乐，我会觉得比较轻松。那么呢我就想起来说呢，我很多同事他们都跟我一样都是呢过了古稀了所以算说呢70岁人生来讲也是后半段了。那么我曾经呢这样子去观察我这些退休的好朋友，或是有些学生也已经快要到退休的年龄了，他们呢毕业以后呢这个退休以后，常常呢就想到说我要去找什么样的东西，这所有的东西包含了所有的工作跟那个娱乐，包括那个课外活动来呢消遣也好，排遣也好，减轻也好，能够呢让生活呢不要那样的苦闷，让呢这个生活呢不要那么样的有压力，那么能够让自己呢快乐一点，能够让自己呢轻松一点。于是乎呢我就发现了，譬如说有的人呢他呢在我跟他讲说是不是应该呢来研究佛学啦，来学习打坐啦，对不对？来看一些呢佛书啦，大家可以来研讨，大家呢可以来呢互相的这个请益。可是我有不少的这个同学同事呢，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何必那样的麻烦呢？我现在呢怎么样子，我每天闲来没事儿我就打打麻将，我这个年龄我不愁吃也不愁穿，所以我是不计输赢的，因此我打麻将我才中间的获得很大的快乐。那我跟他讲了那么呢麻将里面给你的快乐是怎么样的一种快乐呢？他就说呢发泄内心的苦闷，排遣时间。那我就笑着跟他讲了，我说呢那如果一天不打的话，你的苦闷就无从去发泄，那不是要闷出病来了吗？再说呢如果你打麻将没有找到4个人，他要这样有搭子，那么你这边苦苦的这边等待，
你呢就会觉得那一天不是觉得非常的无聊吗？那么他呢听到我讲这些话，若有所思啊，但是呢也并没有讲说，并没有说呢我讲的非常的对。我记得呢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呢当时一家呢非常南部有名的报纸呢服务。那么呢他呢一生就是爱打麻将。我年轻的时候呢，他常笑着说：“你看看，你学佛呢还要吃素，对不对？还要常常的参加法会，还要打坐，还要念佛。那么呢，说的严重一点，还要忏悔。忏悔。他说我呢不用，我坐在麻将桌上，对不对？那么呢，只要手动一动，眼睛看一看，嘴巴喊个碰，我就快乐无比，我就轻松无比了。诸位可能没有想到。”我这朋友呢，其实他在麻将里面呢，他所得到的是寄托，把自己的无聊寄托在打麻将上，把自己原先有点的苦闷的，在打麻将的时候呢，把它忘掉了。你猜我这个好朋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因为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他的手呢没有办法去搓麻将了，因为他一碰触到那个牌，他的手就很痛，所以呢，他最爱的麻将，最后他没有办法去碰触，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拿它来排遣寂寞，来呢解除自己的苦闷。另外有一个同学，他也是一样的，我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是告诉我，我呢只要有打麻将，我根本不需要信佛教，我也不需要念佛，不需要打坐。他们是麻将教的。他呢，后来他得的是肝癌，因为他喜欢喝酒。你知道他最后，他家里的人打电话来，他邀请他这一生很喜欢跟他打麻将的人，这些人最后来陪他打麻将。那好像听起来有完成他人生最后一场麻将。那我呢，我年轻虽然是爱打麻将的，可是我呢金盆洗手的早，可是我也特别去看他们。这4个人打麻将都是我的好朋友，除了他以外呢，其他3个在那一天都不赢他的钱，故意放水让他赢。你知道他最后虽然钱赚得牌桌上满满的一堆，可是他最后他的表现，他的动作叫大家呢都吓了一大跳。他突然间趴在那个麻将桌上了，那么手呢就随便抓了2把。在他的手中，他哭着说：“我一生爱麻将，可是这个麻将，在我得癌症的时候，他不能够真正的来安慰我。”他那样讲的时候，我当场我都掉眼泪了。从这里大家晓得，我今天要讲的所谓的寄托跟安顿，从这里可以去了解一下。寄托就是说呢，你只是把它拿来当作你暂时发泄的现象，它不能够成为你生命源源不断的那种快乐的泉源。就像以前我所做的比喻，就像那个井，我们安顿是那种源源不断的活水能够产生的，那才叫做安顿。他不要借助外力了，他不要借助麻将啦，不要借助别的东西啦。那么另外一口井呢，它是怎么样？它自己不会出水，没有水出来，你要用的时候，你要从外面自己去挑水，去拿水把它放进去，倒进去才有水。所以大家从这里就晓得了，安顿它是源源不断的自在快乐自己产生的，而寄托它是暂时的。片面的，它不能够真的陪伴你人生的路走到最后的。如果从这里想呢，我就想了，快要届龄退休的人，或是已经退休的人，其实这么讲呢，就算年轻的小伙子30多岁了，快40岁了，其实一眨眼也就快到届龄了。你是不是现在应该就好好的思考看看，我是不是应该去找如何来安顿我身心的这样的方法来，免得到时候临时抱佛脚，那么慌了手脚又叫手足无措了。像我那个朋友一样，癌症上前呢，最爱的麻将也没办法安慰到你了。好，那因为老师刚才是讲说这个他是
最后那个麻将最爱的麻将没有办法安慰到他嘛。由此可见，打麻将不能作为身心的安顿的地方。好，那老师你自己觉得要安住在哪里，安顿在哪里呢？ OK， 我记得我们这个佛典上圆觉经上面呢有一个比喻的，他说寄托呢就像一个旅客，他出外到外面去，他呢投宿在某一个旅店，民宿也好，旅店也好，你在那边呢住1个晚上，甚至2个晚上、3个晚上，可是你第二天一早的时候，你就要打点你的行李，就准备又上路了，又要去奔波了，又要呢外出去奋斗了。这个呢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寄托，那个旅社只是你暂时寄托的一个地方。那么家呢，家拿来比喻说安顿，家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外出去工作，晚上又回来睡觉，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又出去，对不对？晚上又回来，就是住在这边觉得很安稳，就是呢不必要再奔波。那么这里面可以避险，这边有亲情，这边有温暖。那么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安顿，可以带给我们安心，带给我们安住，带给我们呢很多的自在、幸福跟快乐。可是寄托不行，表面上寄托好像跟安顿一样，都可以得到一种呢安慰、温暖，可是那是暂时的。就好像你喝酒，你喝酒跟打坐，我听我以前的好朋友，他很会打坐，他说他打坐入定的时候啊，跟他喜欢喝酒的年轻的时候那种呢微醺的境界很像。这句话呢很有意思的。他呢喜欢打坐，可是年轻的时候他喜欢喝酒。他说那种微醺有点快要醉的那种境界，忘忧啊，乐于忘忧，什么都放下，好像这样子。那我这朋友呢，他说喝酒呢喝到微醺，跟那个打坐呢做到快要入定，这两者呢非常的相似。那他当然了，他是半开玩笑这样讲了。那我因为呢对喝酒跟打坐呢我都没有非常深入的尝试或是研究，所以呢我呢也没办法去评论他到底他这样的比喻好不好，对这样的比喻对不对。那么呢我认为了喝酒呢跟这个打坐呢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喝酒你现在喝到微醺你觉得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如果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说呢维持这样的境界了，你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喝？要不然等到这个酒一退掉了以后吧，那你不就清醒过来了？那些烦恼不就像乌云又一样的又围过来了吗？你怎么会快乐呢？那么呢今天你靠了喝酒达到微醺，好像呢很快乐，跟安顿一样，你不承认它是寄托。那你明天呢？那你后天呢？你1个月以后呢？你明年呢？你这样子呢每天你想快乐过日子，如果你是借住在这个酒精，你是不是越来越依赖它？你有一天你上瘾了，请问你付出的你的负担呢就会比你所拥有你享受的还要多了。可是那打坐就不一样了，打坐所获得那种清安，你从打坐中间呢，因为你有过滤，所以把烦恼呢给它过滤掉了啊，它不是混浊不清的。那随着你今天打坐，明天打坐，那么到后天又打坐，经年累月这样下功夫以后，打坐越来越轻松。我的意思讲，你要达到那个入定的境界，就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频繁了。那么这样子你的负担就少，你在打坐中间你获得那种安顿的成功率就越来越有把握。那么这样想起来的话，把那个喝酒得到的微醺跟打坐能够获得的那种呢安住啊，那种呢入定的那种呢快乐，其实我认为说不能够同日而语，也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刚才举的例子都是比较不好的消遣，比如说抽很凶的烟，喝很凶的酒这样。可是如果是比如说一个兴趣比较健康的兴趣，比如说运动，或是比如说研究哪个学问这种感觉嘞。好，在这边也要先声明一下，就是说呢，我刚刚在讲安顿，可是我对于方便拿来做一种寄托，
作为一种暂时的排遣，我也没有反对。是，譬如说今天心情不太好，就泡个茶吧，我们就喝杯咖啡吧，去看一场电影，去呢跑个步，那么去登个山 ，OK， 甚至于出国去旅行也无所谓。我的意思讲，安顿它是长年累月的，它不是暂时的，不是片面的。譬如说你喝酒，可能是呢怎么样？让你的脑筋慢慢的麻痹，觉得呢忘记了忧愁。你去运动，可能是因为腿在走呢，觉得很舒服。你打乒乓，可能呢你这个手这样挥洒，对不对？你觉得呢非常的得意啊。寄托往往只是在感官上面，感官会疲劳的。但是呢，我们也不反对说你从打乒乓得到快乐，你从呢这个呢跑步旅行去得到快乐，我们都不反对。甚至于你小酌一杯，对不对？跟好朋友、跟你自己的孩子彼此的小酌一杯，我们也不认为说呢有什么的罪恶了。我们也没有否定说它能够达到呢哪一种呢微醺那种呢寄托的快乐。不过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是在讲说，如果天天都要小酌一杯才会快乐，如果现在打麻将，可是有一天不能打了，今天打乒乓，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不能打了，今天爬山，有一天呢没有体力去爬山了，那只能坐在自己的家里生闷气，只能在那边叹息。我认为呢，这就是寄托。寄托就是呢短暂的，而这个安顿呢，有时候你不要刻意的去做，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水井自然而然的冒出那种快乐的泉水出来，它的快乐不是从外面加水进去的，它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这种幸福、快乐、自在、解脱。学佛，我们在这里了，学佛就是想要找到安顿身心的途径。透过这个学佛，对不对？我们不必刻意的要去干嘛，要去牺牲什么东西，包括牺牲时间金钱对不对？不需要，你只要能呼吸，你就能享受那种安顿的快乐。只要你活着一天，你活着一分一秒，你就有一天一分一秒的安顿的快乐了。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所要强调的，所着重的。老师，那怎样学佛才可以做到老师你刚才说的安顿呢？念经可以吗？OK， 你刚刚提到了念经其实不止念经念佛啦，有没有？多行打坐参禅都可以，都可以。它法无定法，方法没有固定的，就随每一个人的根基每一个人的喜爱，你从佛门里面去找一个你喜欢的。不过我呢曾经这样想了就是说要想安顿身心，能够安顿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今生今世有一个好像着落安住的着落，不必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今天住这个旅社，明天又要呢搬到另外一个旅社，有一个身心安住的家。我想以一个学佛人来讲，第一个呢，你可以安住在菩萨道上，因为我们佛家常讲世世常行菩萨道，可见它不只是这一世让你乐此不疲去行菩萨道，你的下一世无穷的世代，你都能够快乐的去实践你的菩萨道。我记得佛典里面有一句话，我们这个课厅里面那边有一个字，他写的说呢，未尝多劫的愿板荡复前程是讲说菩萨为了要呢实现他以前所发的愿力，所以呢他自己怎么样抬头挺胸，勇敢的又呢开始去弘法利生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可以安住在这儿。第二，你可以安住在禅定中。有人讲说禅定，那我入定又出定了，我不就烦恼又来了吗？对不对？不要担心这个，因为真正六祖也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去学习打坐，真正的呢入定必
并不一定要做。听好这句话，因为六祖就讲禅不在做，他认为呢，挑水啦、劈柴啦、吃饭啦、喝茶啦，有没有种树啦、除草啦，甚至于旅行，都是怎么样？都是在禅定中，因为他心不乱啊，他心呢很定啊，很自在啊，很快乐啊。所以呢，六祖这个我听了很喜欢。我过去不常讲吗？因为我呢不能够坐禅，我不会坐得很久，腰酸背疼的，脚又麻，所以呢，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六祖讲这些话，我就非常的喜欢。在禅定中，你可以怎么样？在行住坐卧，就是动静一如啦，动静呢都闲宜哦，不必刻意的要坐在那边动也不动，不是那样子的。你日常生活，无论你移到东西南北，无论你是说话还是不说话，无论呢你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你都能够乐在其中。你说，哎呦，这个我哪做得到？做不到才需要学佛呀，对不对？你看看我们过去的这些高僧大德，他透露了这些讯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途径，对不对？我们只要有心，我们只要呢有坚定的信心、恒心跟毅力，我们也可以去学习。我们向我们过去的高僧大德来学习。那有人讲说，高僧大德都走了，不要害怕。今天在台湾，今天在尼泊尔，今天在西藏，今天在马来西亚，在印度，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呢真正对打坐有成就的人，能够安住在那种境界的人，我们只要请教，那么呢就能够去找到这样好的老师，他能够来启迪，他能够来教导我们，透过禅定来安顿我们的身心。好，老师，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比较像是退休的人士，比如说50、60岁的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工作赚钱养家，已经把全身心都专注在这上面，所以他们一退休之后可能会有种瞬间空掉的感觉，所以他们一下子就会找很多，比如说去旅游啊，然后打麻将那种。可是如果是像20几岁、30几岁那种年轻人啊，他们应该很难一下子要做到要寄托在宗教上面，或者寄托在佛教上这种感觉。不是寄托啦，我觉得有寄托，就是20、30岁的人能寄托在一个宗教上已经蛮了不起了。要叫他们安顿的话，好像是不是有点困难？我知道你的意思。确实，我们这个视频呢，好像也比较偏向说退休以后的生活，对不对？怎么样来打发他退休以后这些闲暇的时光？对啊，因为加上年轻人可能他比较有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他想要有发展他的工作、他的兴趣、他的事业这样。OK，提到这个问题，我只能举我呢，因为我走过年轻的这样的这个时代。对，我12岁就走入佛门。不过那时候当然了，懵懂无知啦，我妈就带我到高雄佛教堂，我就皈依了佛法了。是我那时候呢喜欢念佛，老实讲起来了，我那时候喜欢听呢师父讲经。那么呢，那也不晓得怎么样呢，我听师父讲经，我还喜欢发问，所以呢，我的国中跟高中的时候，我过的那种呢中学的生活，就跟一般的人比较不一样。我就有亲近过很多，在我们的视频里面，我就有讲过我亲近很多的师父。那么呢，我从师父那边就听到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受到他们很多的启发。这中间呢，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到佛寺。你像我高中高3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在那个月基法师那边住的，我在那边读书。我考完的第2天，我就上莲因寺那个灿云法师那边。换句话讲，我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安顿跟寄托了，那时候我很多的朋友就在打那个拿破仑桥牌啦，打桥牌， okay， 他们就已经在做这样的一种娱乐。我不是说这个娱乐不好，没有这样讲，但是我就喜欢往那个佛寺去跑。我呢喜欢去找那个开正法师下棋。下什么棋啊？下棋、围棋也有，五子棋也有，下象棋。我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下棋弘法。开正师父也非常的喜欢。我认为啦，我跟师父们，无论是比丘是比丘尼，我跟他们相处，我就觉得非常的愉快。心法师我也亲近很久，无论在佛光山，在美国的西来寺，我都有单独的跟他去相处。
跟他讨教。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年轻人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一种宗教信仰，信基督教也可以啊。包括说我现在对我的孙女儿跟我的孩子他们讲说，如果你们认为基督教好，那你就信基督教，爸爸或者阿公绝对不会给你干涉的，因为一种宗教叫你能够深信不疑，不能够自以为说啊算了算了。像我们前面那个视频说人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说上帝创造的，那你就应该想想上帝哪里来的。如果你不能够给我答案的话，今天的科学是告诉你，生命的发生呢，不是单一的事件，它是一连串非常复杂的演化的过程。科学这样讲，可是你硬呢，怎么样子要去欺骗自己啊？老母娘造的，上帝创造的，你这样就不能够作为你的安顿。为什么？因为你信心不够，你就不能够安住在这上面了。所以我是奉劝也好了，就是说年轻的时代如果能够因为我一路走过来，我发现宗教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从小学、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一直到毕业以后出来，还成立了菩提园，那么写文章，我发现呢，佛给我很大的精神方面的支持。佛教对于人生、对于生命给我非常圆满的答案。当我对佛教给我的答案觉得满意，我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当成我身心安顿的所在了。如果你的信心不够，而你自己也不用功，你单凭说嘴巴念一念，你就想说呢，哎呀，从中间去得到安顿，我想呢，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还是要下功夫，找对了方向，还要自己再下对功夫，这样子才能够水到渠成。那再回到就是安顿上面好了。那这个时间上的分配呢？老师，你有想过这件事吗？比如说，怎样才算是安顿？念佛，像老师你刚才说的，如果是菩萨道嘛，要一天当中要花多少时间在菩萨道上？OK， 你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稍微误会了一点。误会了吗？因为安顿是不计时间的，不计时间，它是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安顿的中间。它呢，并没有说。那是刚刚你现在讲的，那是呢几点到几点打麻将，几点到几点来呢这个喝酒，几点到几点要去爬山，几号到几号要出国去玩，那个不能够叫做安顿。安顿呢是时时刻刻的，不需要去划分时间了。我在这边呢稍微这不敢说提醒，说出我的经验。我认为安顿不需要借助外来的东西。他不需要借助，譬如说，爬山、打乒乓，也不需要去借助怎么样去旅行，或是要去下棋，他不需要。他呢，你看他表面上坐在那儿，他可能是心静如水，他碰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呢事故发生了，泰山崩以前他心不惊，所以他呢时时刻刻都在安住的。我刚刚讲的说，你行菩萨道，你来念佛，你来打坐，对不对？这个意思是讲说，你如果一时半刻还不能够安顿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些途径、这些方法来养成，来帮助你达到那样的境界。我现在最后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你记得呢，在过去我们呢没有瓦斯，对不对？的时候都干嘛？都是弄那个木材来点火，还有呢烧热水。对，就是要用那个扇子一直扇，然后用嘴巴一直吹气，那么弄得呢乌烟瘴气，那个浓雾蔽日啊，可以这样讲。然后自己又呢咳个不停，为什么？呛到呢喉咙，呛到鼻孔里面去了，很熏啊。寻找或是呢去探讨、去了解生命如何安顿的过程，就像我们刚刚开始我刚刚讲的点火一样。刚刚点火的时候要很细心，要用对方法，要呢稍微好像吃一点苦，可是一旦那个火种一冒出火来以后，你添了柴火以后，它就是熊熊的烈火，刚刚的烟半点也见不到了，没有半缕的烟哦。那些火呢就可以呢让我们来煮饭啦，那个煮水啦，烧开水啦，可以来运用无穷啦。
可以来帮助我们生活非常的顺遂，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了。老师，那你觉得你已经安顿了吗？ OK， 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我安顿了这个呢，就是不太谦虚了，有点自大。只能这样讲说呢，我呢走在安顿的道路上了，而且呢，我隐隐的有发现呢，那个安顿的地方距离我不是很远了。老师，那你这个安顿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呢 ？OK， 我在其他视频也谈到了，我每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合掌念佛的时候，我是自问，今天晚上就走好不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对不对？我呢都是满心欢喜的时候 ，OK， 非常好。第二天呢早上呢，我这个手机呢有设定我自己所做的那个音乐，它会开启就会唱那个我自己做的歌了。我呢非常高兴的就起床，那么起了床以后呢，我不是讲过吗？吃了这个义主给我做的这样的早餐，满怀感激的。然后呢，走在这个园地里面，听到鸟叫声，我就想起西方极乐世界的鸟儿的啁啾，对不对？从花从树下去走过去的时候，我自然而然都一定会念佛，因为呢，我有那种念佛机啊，它是太阳能的，就放在那边1天24小时了，一年365天都会念的。我在我这园地虽然不大，就2分半了，但是我这样走一遍以后，就好像呢怎么样子走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样，我都呢满心的欢喜，而且非常的高兴，看着那个结实累累的那种果树，看着繁花盛开的这些呢花了我的内心呢觉得呢非常好，觉得做人非常好，能够学佛也非常的好。一想到说呢，我今年呢82岁，那么应该是不久的将来就能够收到西方极乐的消息，我就能够呢不停留的直奔呢10万亿佛土以外的西方极乐世界，看到舍利佛啦、目犍连啦，对不对？看到这些呢，我从小就读他们的传记，那么我非常的钦佩这些大弟子们，佛能够像呢，真的人天的教主释迦牟尼呢，也能够呢跟他呢请教。有人讲说，释迦佛不在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我跟你保证，一定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你说有没有在东方极乐世界？我跟你保证，也一定在东方极乐世界。他无所不在啊，无所不到啊。只要你想见他呢，他就会在。你放心好了，能够在弥陀的座下，跟了好多不退的菩萨呢一起来研究，就不会像刚刚小编阿周问说：“林老师，你得到安顿了吗？”好像有点怀疑的样子事实上也是呢，功力还没有很充足了。我相信到了极乐世界以后，我再加把劲，有那么多的师长，他们来指导我，而我呢一定会勤奋好学，不久就能够真正的得到安顿了。祝福大家，都往那个安顿的路上走。记住哦，寄托只是暂时的，对不对？不能够我最后我想接一个小比喻，就像救生圈就是寄托，救生圈不能够保证你永远不会溺水，知道吗？佛法的那个安顿呢，就是你要会游泳，你能够善用很多那种，譬如说救生圈啦，善用有那种呢这个木头啦，或是坐小船啦，善用很多的这些载具。那么呢，能够自己学好会游泳，这样子的话，就保证万无一失。那就祝福各位，对，也可以往安顿的路上前进。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对，好，那我们感谢李老师，后会有期，下期再见，谢谢，再见。手把
幸福。